一说起台海啊，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这种话题年年讲，月月讲，就跟狼来了一样，叫了 N 多遍了，对不对？我也非常犹豫要不要讲这个话题。其实我手上已经有好多个其他的话题可以讲，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值得大家听一听。那过去我们讨论台海问题，总是说什么战略窗口期、军事实力的对比，听起来挺宏观的，感觉离得还挺远。但是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我感觉这个情况已经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要慢慢演变的战略问题，变成了一个更加微观的随时有可能会被点燃的战术问题。说白了，台海这个问题已经从会不会打变成了什么时候会打，因为什么事儿打响的这个问题。所以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在台湾海峡的完美风暴。什么叫做完美风暴呢？就是所有应该具备的条件基本上都具备了，所有应该对上的点都对上了，就差那个临门一脚了。所以我把它总结成了4个要素：引擎、油门、绿灯、点火器。听起来非常抽象，对不对？但是别急，我给您一个一个掰开了揉碎了讲给您听。我们先说这个引擎啊，什么是引擎？就是驱动这一切的根本动力。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焦虑是什么？不是说它现在不够强大，而是他担心自己已经到顶了，所以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弱。这里头有一个理论叫做见顶强权理论，美国学者迈克尔·贝克利他提出来的。这个理论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一个国家最危险的时候不是他正在崛起的时候，而是他意识到自己的实力马上要到顶，开始要走下坡路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会想，我现在不趁着还有足够的实力把该办的事儿把它给办了，那以后恐怕没有机会了。这个见顶强权的理论当然与我个人的看法略有不同。我觉得中国目前在经历的是经济转型的阵痛，中美争霸在不同的时期它会呈现出犬牙交错的这么一个态势，长期来看到底谁能够胜出，现在判断为时尚早。但是贝克利呢，他直接就觉得中国马上就要撞到墙了，以后都不会再有机会了。 Anyway， 我觉得他的理论还是值得看一看。他觉得中国目前面临什么问题呢？3座大山。那第一座山就是人口危机。那人口这个问题是根子里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的中国总和生育率大概只有 1.0， 什么概念？就是平均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而国际上维持人口代际更替需要 2.1， 也就是说中国下一代人口的这个数量几乎只有上一代的一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再过5年之后，中国这个人口增长的趋势将会进入一个断崖式下跌的下行通道，劳动力急剧萎缩，消费在萎缩，整个社会的活力都在下降。更要命的是，中国现在的年龄中位数已经40岁了。一个社会的平均年龄越大，它就越保守，越没有创新力，而且老龄化会带来养老金的压力、医疗的压力，都是天文数字。联合国预测说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会飙升到 25%，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老人。你说这个社会还能有多大的冲劲呢？有人算过账就人口结构这一项，每一年就要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拉低1到 1.4个百分点。这个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可能从现在的14亿到2100年降到6亿多，几乎腰斩。人口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而且很难逆转。而再说到经济，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3驾马车是什么？出口、投资跟消费。但是现在这3驾马车按照贝克利的说法都在熄火。那首先是房地产，这个曾经占中国 GDP 1/3的巨无霸，从2021年这个恒大暴雷开始就进入了系统性的崩溃，碧桂园、万科这些大公司都有自己的问题。我想这个不光是开发商倒闭那么简单，最关键的是房产它占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的 70% 以上，房价一跌，老百姓的财富缩水，消费根本没有办法上得去。而更要命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这些年地方政府它疯狂的举债搞基建，欠了一屁股的债。国际货币经济组织这个估算，把那些隐形的债务都算上的话，中国政府2023年的总的债务已经达到 GDP 的 117%。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政府都已经欠了那么多钱了，还怎么样拿钱出来刺激经济呢？所以过去那样一种大搞基建拉动经济的办法已经玩不转了。而且还有一个更吓人的，就是通货紧缩，2025年8月的数据 CPI 跟 PPI 都是负值。什么意思？就是老百姓他们不消费，企业不投资，大家都捂着钱袋子准备过冬。从钢铁水泥到电动汽车，严重的产能过剩让企业只能够打价格战，利润被无限挤压，被摊薄。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经济不好，老百姓他不消费，企业更加困难，然后就业更困难，然后老百姓更加不敢消费，而且还人口减少，导致消费的人群断崖式下跌。最后是科技，美国这2年对于中国发起了一场科技绞杀战，核心就是芯片。我们看到它美国不断的升级出口管制，就是要卡住中国获取高端芯片跟先进制造设备的这个脖子。而中国呢，也在拼命的搞芯片保卫战，投入巨额的资金搞自主研发。我们在前几集的这个视频当中也跟大家讲到过，中芯国际它确实造出了7纳米的芯片，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人家是在没有最先进的 EUV 光刻机的情况下，用老一代的 DUV 设备，通过极其复杂的工艺硬搞出来的。这个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成本高，功耗大，良品率低。你来应急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在商业上是没有竞争力的。美国的这样一场科技战，虽然因为稀土的原因，它并没有把中国的芯片产业给彻底掐死，但确实把中国逼上了一条成本极高、效率极低的自主研发的道路，大大的延缓了中国在技术追赶上的步伐。所以贝克利总结说，时间不在中国一边，人口、债务、技术3座大山压下来，给中国的国力发展设定了一个清晰的天花板。关键是这3个问题它都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得到彻底解决的，人口结构的改变需要几十年。我们看到为什么会出台一个 K 签证，而债务的消化需要漫长的去杠杆的过程，而技术上的突破也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工程，虽然我们看到了很多亮点。那么根据贝克利这个所谓的见顶强权的理论，就可以推断出中国的决策层可能会形成了一个非常残酷的判断，时间不在我们这边了，未来的中国可能比现在更弱，而不是更强。这个就是我说的第一个因素，引擎。这样一种国力见顶的深刻的焦虑，这样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是驱动整个国家机器加速运转的根本动力。过去的话，中国可以慢慢来，慢慢等，反正时间在我这边，我发展起来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但是现在情况不一定了，现在的逻辑变成是我得趁着现在实力足够强，赶紧把该办的事儿把它给办了，否则以后说不定没有机会了。引擎已经点着了，不得不上路了，这个是危险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油门。什么是油门呢？就是把这样一种战略的焦虑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2025年10月，中共开了四中全会，发布了一份公报。这样一份公报文件的措辞之激烈，备战意味之浓厚，在过去几十年非常罕见。首先呢，公报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口号，在今天的语境底下，这个已经变成了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总的方法论。它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就是通过合作与妥协来解决矛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依靠斗争，包括军事对抗。于是公报要求全党要敢于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大家可以想象看，在和平年代你会用惊涛骇浪来形容未来吗？这个得有多严峻？这个就是在给全党做心理建设，告诉大家做好准备，未来可能会面临包括大规模军事冲突在内的极端情况。而且最关键的是对于军队的要求，公报说要同时开展作战，加强战备，提升军事能力。更震撼的是这句话，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这个表述让我想起了什么？是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搞的3线建设。那个时候因为面对美苏的双重威胁，中国把大量的工业设施往内地搬，
不计经济代价的为战争做准备。而现在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的重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坚持了几十年的基本国策正在被以安全跟斗争为中心所取代。这个不是一件小事情啊，各位。但如果您觉得这个还不够直白，那么在全会结束的第3天，新华社发布了一篇署名为中台文的重磅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就叫做《台湾问题的由来跟性质》。请大家不要小看这篇文章，中台文这个署名几乎可以肯定解读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或者是类似的最高权威机构的声音，它的权威性远远高于国台办代言人或者是任何单个学者的表态。当一个最高中央决策机构选择用这样一种盖棺定论式的署名来重述一个看起来老生常谈的问题的时候，它的潜台词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内部讨论跟政策辩论已经结束，现在发布的是最终的不容置疑的即将据此展开行动的统一意志。这个不是在探讨，而是在宣判。而且这篇文章发布于20届四中全会闭幕之后的第3天，这个时机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四中全会它确定了未来5年的行动路线图，也就是边斗争边备战，这是一个做什么的问题，而中台文为这个行动的路线图提供了思想跟理论的基础，这是一个为什么做和凭什么做的问题。所以这样一种会议的决议加权威文章的组合拳是中共典型的政治运作的模式，它意味着在确定了具体的行动方针之后，必须立即在全党全军乃至于全社会的层面进行一次深刻的思想统一跟舆论动员。这就表明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性已经从一个战略选项提升到了一个需要立即进行思想武装跟舆论准备的临战任务。所以在如此关键的会议之后，发布一篇关于台湾问题的基础性文件本身极不寻常，它的信号就是所有人请大家重温基础知识，准备考试，而这样一场考试可能没有补考的机会。我知道很多人会说，这个不就是中共的官样文章吗？的确文章里面的这些历史的论述、法理的基础在过去几十年的宣传当中曾经反复出现过，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但关键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这篇文章它没有谈论什么东西，它几乎没有提到经济融合、惠台政策、两岸一家亲的美好生活等等过去非常常见的柔性的论述。它通篇贯穿着一种冷酷的、不容置疑的法理跟历史的逻辑链条。台湾自古属于中国，二战后已经合法回归，内战遗留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必将随着民族的复兴而解决。所以这是一种叙事的提纯，它剥离了所有次要的经济层面的可以讨价还价的因素，而将台湾问题的本质赤裸裸地还原到了一个不可谈判的核心2个字：主权。所以当一方不再跟你谈给你糖吃，而是只跟你谈你本来就是我的一部分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怀柔跟等待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已经翻过这一页了。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外科手术的问题了。大家看明白了吗？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面，这个就相当于已经吹响了总工前的号角，它不是在跟你商量在讨论，而是在给即将到来的行动进行的最后的也是最根本的定调，也就是合法性论证。一个真正的战略分析者必须要具备从最枯燥的官样文章当中读出杀气的能力。老生常谈加最高的权威署名等于什么？内部已经没有杂音了，形成了统一的意志。老生常谈加关键的会议的时机等于什么？等于从战略的规划转向了舆论的动员。老生常谈加剥离柔性叙事等于什么？等于谈判空间已经消失，问题要回归到本质上来。所以
这一篇文章就是我说的油门本身，它从3个层面把整个国家机器的油门已经踩到了底。我们看到文章开篇它就已经定调，台湾问题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的问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内部事务。大家听明白这句话的杀伤力了吗？内战遗留问题这几个字直接把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从国际法上的侵略降维打击成了国内法上的评判，就好像美国当年打南北战争一样，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外人无权干涉。这句话是说给美国听的，他在提前构建一个法律跟道义上的防火墙，他告诉华盛顿，你们要是敢插手，那就是干涉我国内政，你们才是侵略者。而第二层的话是在构建历史的宿命，这个不是在选择，而是一种必然。文章花费了大量的篇幅，从三国时期一直讲到二战结束，反复在论证台湾自古属于中国，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台湾问题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所以你看，这个就把统一问题跟民族复兴这个谁也没办法阻挡的宏大历史的叙事给绑定了。潜台词是什么？解决台湾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讨论可以选择的政策选项了，它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最后一步，谁敢挡路，谁就是螳臂当车，谁就是历史的罪人。所以这篇文章这样一种宿命论的营造，目的就是为了剥夺对手跟岛内民众的反抗意志，他在直接告诉你别挣扎了，结果已经整定了。而这篇文章最高明的地方是在于精准的划分敌我，他表明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他把矛头死死的对准了2个目标，第一个就是外部势力的干涉，也就是美国，第二个是岛内的台独分裂分子。同时呢，他又极力的向台湾的普通民众喊话，2300万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都是中国人，只要认同两岸都是中国人一家人，两岸双方完全可以坐下来。这种就是非常经典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打击一小撮，然后团结大多数。他把未来的军事行动重新包装成了解放战争 2.0 的版本，我们不是去征服2300万台湾人民，我们是要去解放被台独妖怪跟外部势力绑架的同胞。光有这些官样的文件还不够，还得看看实际行动。近年来我们看到解放军围绕台湾的军事演习已经常态化了，而更厉害的是认知作战，一场争夺人心、制造开战合法性的宣传战。2025年北京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台宣传的攻势，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2025年4月代号海峡惊雷的演习期间，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布一系列的海报，什么进逼、射封、毁滩，这个还不算，他们还把赖清德进行漫画处理，而军事行动被定调为降妖除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把台湾领导人画成妖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这个实际上是在降低道德门槛，告诉老百姓打他是正义的，他不是人，他是妖怪。第二层是历史叙事的重述。2025年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很多人解读说这个是在统一前给已经牺牲的烈士来祭扫。而且接下来北京宣布还要拍一部史诗级的电影《澎湖海战》，讲的是这个康熙当年派施琅攻取台湾的故事，发布时间选在10月25号，就是北京刚刚设立的台湾光复纪念日。而电影的预告片台词只有一句话，统一台湾势不可挡。我们看到从300年前的康熙到80年前的二战结束，再到今天，北京在强行构建一条历史的直线，告诉所有的人，收复台湾不是政治选择，而是未完成的历史使命，是还天下一个圆满。其实东部战区在元旦时他也发布了一支音乐的视频，刘德华演唱，台湾人作词作曲，叫做中国人。画面一边是歼20航空母舰，一边是唱着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所以这个就是软硬两手，一边用拳头来威胁你，一边用温情来拉拢你，告诉你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是台独分子，不是我们的台湾同胞。而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份中台文的文章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世中全会的公报以及这些杀气腾腾的军事海报
重金打造的历史的电影，甚至这些温情脉脉的歌曲都拼在一块儿看的话，一幅完整的立体的从思想到行动的战争动员的全景图就浮现出来了。这个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宣传，而是一个国家在系统性的构建一套完整的战争叙事，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极其重大的历史行动清除所有的思想障碍跟道义的包袱。我想北京的目标已经再清晰不过了，在真正的炮火响起来之前，先在所有人的脑子里面完成统一，让敌人相信抵抗无望，让朋友相信这个是历史的必然，让中间派保持中立，这个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四中全会的公报就像一份公开的动员令，它清晰的宣告土共已经把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政治决心转化成了国家级别的战争准备。所以引擎已经发动了，油门也已经踩到底了。好了，我们看到北京这边的这些动作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光有海峡对岸这边的一些动作还不足够，我们还得看看这个外部的环境，特别是美国方面的反应。近年来啊，美国方面发出来的一系列的信号，在北京看来就像是一盏闪烁的充满了诱惑的这个十字路口的绿灯。最近美国顶级智库兰德公司它发布了一份报告，叫做稳定美中竞争。那这样一份报告它说了什么呢？他说美中对抗的风险太大，可能会导致军事冲突或者经济战，所以缓和竞争变成了关键目标。来给大家简单解读一下，我们当前的路径不可持续，过去几年那种认为可以通过极限施压来迅速压制战胜中国的想法是天真而且危险的。贸易战、科技战跟军事对峙的成本过高，风险巨大，并且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战略效果。第二个，胜利的定义需要改变，潜台词就是中美竞争的终局不是苏联解体时的完胜，而是一种长期的动态的共存。美国方面需要管理的不是如何打败中国，而是如何能够熬得过中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先确保美国的核心利益不会因为受到中国的反制，比如说稀土战而受到损害。我们需要夺回主动权的意思就是在几乎所有的议题上，中国都是牵着美国的鼻子在走。所以这个报告提出要稳定，就是想为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来松绑，重新掌握一个议程设置跟道德高地，而不是被动的应对每一次危机。所以如果我们站在北京的角度想想看，这样一份由美国国防部最重要的智库他们出的报告，通篇透露的核心信息是什么？是美国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冲突的深切的恐惧和对于维持现状的深深的渴望。他们承认没办法颠覆中共，也不再将政权更迭作为公开的目标。换句话就说，美国承认土共的合法性。我们准备跟中国在一个体系内长期共存，愿意坐下来谈规则跟护栏。我们要留意一下这些在言辞上是巨大的让步，它的意图是降低中国的战略焦虑，为美国提供一个对话的台阶。所以这样一份报告对于亚太地区的美国盟友，他们的潜台词是什么？是请保持冷静，不要给我们添麻烦，局势比你们想象的更危险。这句话意味着华盛顿的顶级战略专家他们认为擦枪走火的风险真的非常高，管理风险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是国家的最高利益，这个国家的利益高于所有的一切，因此美国需要确保局势的可控性，你们也需要承担稳定的责任。那这句话说给台湾跟菲律宾听的，其实是美国在练紧箍咒，它暗示美国并不希望被盟友的冒进行为拖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不要单方面挑战中国的底线。而对于美国工商界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彻底脱钩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相当于说，美国人已经承认在科技跟经济的极端对抗有损美国利益，试图在完全脱钩跟回到之前中间找到一条道路，也就是去风险化。
所以大家看明白当前的一个局势了吗？当中国方面急着改变现状，而美国那方面却把稳定跟风险管理作为首要目标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美方的巨大的示弱的信号，它恰恰印证了北京方面的判断，就是必须要在美国完成军备重整之前采取行动。而这样一种战略的忧虑，它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根植于西太平洋军力对比的一个残酷现实。美国安全中心2025年的一个报告警告说美国在军事现代化上已经陷入了发展的死胡同，中国正在稳步的将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的平衡转向对其非常有利的方向。而且报告直言不讳的说，中国认为解放军有能力击败美军，而且现在行动比等待五角大楼最先进的武器部署到战区更好。就连日本的防卫省在2025年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当中也承认，台海两岸的军事平衡正在向中国倾斜。而更要命的是什么？是俄乌战争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它非常清楚地照出了美国在现阶段他们想要支撑一个大规模常规战争的脆弱的一面。为了援助乌克兰，美国其实已经掏空了自己的家底，想要补充弹药库的库存，这个过程异常的缓慢。有一些导弹关键部件的交付周期已经从19个月飙升到了34个月将近3年。五角大楼想要把155毫米的这个炮弹月产量提高7倍，但是这需要数年的时间。情况已经严峻到什么程度呢？五角大楼在2025年授权军方可以把原本计划给乌克兰的一些武器转回到美军自己的库存里面。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军对于自己应对潜在的台海冲突的这个战备的状况感到极度的忧虑。而海军方面更不乐观呢。过去20年，美国海军他们的造舰预算几乎翻番，但是舰队总数非但没有增长，反而短期内还会萎缩。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从现在开始的295艘有可能会降到2027年的283艘。更何况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还为美国在亚太的这个战略犹豫增加了一个巨大的放大器，也就是不可预测性。特朗普他本人多次质疑这个盟友的承诺，说台湾抢走了我们的芯片生意，他要台湾多为美国支付保护费。来自于美国政府方面互相矛盾的信号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形成了一个战略的精神分裂。我们既看到美国国防部发表了极其鹰派的讲话，说美军将准备战斗并且果断取胜，这个被认为抛弃了战略模糊。国务院的官网在2月份悄然删除了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这样一种互相矛盾的组合非但没有能够形成任何的威慑力，反倒有可能对于北京产生一个反向的激励。因为鹰派会利用这个国防部长的强硬的言论来论证说，你看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必须要先发制人。而谨慎的鸽派则可以从兰德的报告跟特朗普的言论当中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美国设立内任，他们不敢真打。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却都会诡异的指向同一个结果，就是采取行动是必要的，而且是风险可控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战略犹豫、工业短板、军力相对不足、政治上的不可预测性，所有这些政策信号的互相矛盾，在北京看来就是一盏闪烁的绿灯。或许它不是一个常亮的绿灯，但是在这样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一个已经下定决心正在寻找最佳时机的行动者而言，构成了巨大的诱惑。它鼓励北京去抢黄灯，去赌美国的反应会因为内部的混乱而失灵。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高压燃料，就是中国内在的焦虑；我们有了轰鸣的引擎，就是临战的决心；我们有了混乱的交通灯的信号，就是美国的战略犹豫。唯一欠缺的就是点燃所有这一切的火花，而这个点火器就是赖清德及其被视为鲁莽的政治言行。我们看到最近《时代周刊》有几篇文章毫不讳言地把赖清德描绘为鲁莽的领导人，他认为赖清德正在驱使台湾走向法理台独。他们特别引用台湾媒体的评论说，赖清德就职演说史无前例的在清晰阐述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个在北京看来是极其严重的挑衅。
他在推文当中说，美国人其实已经相当厌倦卷入他人的家庭纠纷，而陷入无休止的战争，不太可能为了拯救陷入困境的台湾而发动战争，尤其是涉及到核风险的情况底下。而另外一位作者前解放军大校周波从北京的视角强化了这个判断，他认为赖清德似乎比前任更加危险，因为他不仅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而且上任之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被北京视为敌对的行动。周波在文章里面说，赖清德把大陆标签为外来敌对势力，这个不但是阻碍两岸交流，而且正在触碰北京的底线，耗尽了和平统一的耐心。我们来看看这个非常鲁莽的行为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最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螺旋。2024年5月20号，赖清德就职演说，明确宣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北京立刻定性为新的两国论，台独的自白。然后仅仅3天之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就发动了代号为联合利剑 2024A 的大规模的军演。2025年4月，赖清德在内部的安全会议上把大陆定义为外来的敌对势力。话音刚落，解放军就搞了一个海峡惊雷 2025A 演习，而且还发布了导弹攻击台湾总统府的动画。2025年10月10号，赖清德国庆演说再次重申台湾主权地位，而第二天国台办就痛批是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加剧台海紧张动荡。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事件其实为外界搭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因果链条，台湾的这个政治言行直接触发了中国的军事升级。从北京的战略角度来看，赖清德的这个鲁莽言行它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反而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双重工具。首先，它提供了完美的借口，也就是说它让中国可以把未来的军事行动从主动的所谓侵略2个字转变为被迫的反制。当赖清德的言行被定义为分裂国家的实质性的步骤的时候，任何军事行动都可以被包装成维护国家主权、制止分裂的正义之举。其次，赖清德其实也在帮助北京对于美国的决心进行一个压力测试，所以他每一次的挑衅都会迫使华盛顿必须做出回应。如果华盛顿那边反应比较强硬，北京可以评估他们的能力；如果华盛顿来试图约束台湾，北京就收到了清晰的绿灯的信号。赖清德的行动无论初衷如何，客观上已经变成了是引爆整个台海危机的点火器。好了，我们现在把这4个因素整合起来综合看，你会发现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强化的动态系统，一个正在驱动台海局势朝向完美风暴终局加速收敛的致命闭环。那这样一个自我强化的危险循环是怎么样运作的？中国的领导层因为国力见顶的这个焦虑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这个就是引擎。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他们踩下了油门，通过四中全会发出临战的信号，将国家转入备战的状态，这个是油门。同时他们看到美国的战略犹豫创造了一个闪烁的绿灯，认为外部干预的风险相对较低，这个就是绿灯。而就在这个高压锅已经烧热的时候，赖清德的言行成为了完美的点火器，为激烈的行动提供了完美的借口。所以我们看到这4个因素环环相扣，而且整个循环是自我强化的。台湾的言行越鲁莽，北京的危机感越强烈，备战决心就越大，而这个越是考验美国的决心，就会促使他们的战略犹豫的后果暴露的更加充分，而美国的犹豫又反过来鼓励北京，认为这个风险可控。所以每一个因素都在推动整个系统不可逆转的滑向冲突。而最令人不安的在于，每一个主要的行为个体包括中美台，都在按照他们自身视角的一个理性的逻辑在行事，但是这些理性的行为互相起作用的后果，却是把整个的系统推向一个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的非理性的终局，也就是战争。而这样一种见顶强权的焦虑，它并不是一个悬空的理论，它在中国的内部找到了一个极其具体的时间锚点，2027年，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已经论述过。而本次全会提出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的奋斗目标，这个成为了一个刻在骨子里的时间刻度，它驱使着整个国家机器不计成本的冲刺。所以当我们谈论中国的内部焦虑的时候，它不是模糊的一个未来，而是一个指针正在逼近的
具体的倒计时的时钟。2027年将会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时间节点，这个时间点被赋予了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很有可能成为北京评估其自身的军事能力，并且决定是否行动的一个心理的临界点。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具体的判断台海冲突的风险已经在急剧升高呢？我想我们应该密切关注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战争预警的指标。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当我们用这个备战状态的仪表盘去扫描现实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盏的警报灯已经亮了红灯。先看看已经亮起来这几盏红灯哈。第一个是超常规的战略储备，这个是最明确的警报。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已经聊过，中国正在进行与正常的经济需求不太符合的大规模的物资囤积，比如说小麦库存可能供全国18个月的消费，原油的储备超过18亿桶，可以支撑2到4年的战时需求。通过军民的融合，关键的产业链正在从沿海向内陆转移。刚刚发生的军队高层的大迁徙，包括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内的9名高级将领被整肃，很多人都是来自于对台一线，这样一种战前纯洁队伍的极端操作，非常清晰的指向最高层在为重大决策排除内部干扰。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持续减持美债已经降到了2009年以来的最低，大力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建立备用通道来应对可能的金融制裁。我们过去总说中国是在减持美债，看起来只是一个防御性的黄灯信号，但是就在这2天，金融时报的一篇重磅报道直接把这个警报的级别拉到了红色。这个报道呢，揭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就是在过去5年里面，中国在海外的人民币的存款、贷款跟债券的投资翻了2番，总额达到了惊人的 3.4 万亿人民币。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去风险了，而根本就是在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的备用的金融循环。各位，大家要注意，这个才是非常硬核的战争准备，因为现代战争打的是什么呀？打的是后勤式工业，但归根结底打的是钱。美国他们最厉害的武器不仅仅是航母而是美元霸权，他们的一纸制裁就能够把一个国家踢出全球的金融体系，让你买不到东西，卖不出东西，就好像对付俄罗斯一样，让俄罗斯痛苦不堪。而中国现在做的就是提前为自己造了一艘金融上的诺亚方舟。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数据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当中的份额3年内面翻了2番，已经成为第2大货币。中国它自己的跨境支付系统 CIPS交易额已经从几乎为零飙升到了每季度超过40万亿。这个是在干嘛？这个是在挖美元霸权的墙角。北京是在告诉全世界，尤其是那些一带一路上的朋友，万一哪天打起来，美国不让我们用美元了，没关系，我们有人民币，生意照做。这个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布局了，这个是金融层面的深挖洞、广积粮。它和囤积18个月的小麦、2到4年的石油储备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国家开始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的时候，也就是如果被全球的金融体系彻底开除，一脚踢出门，你觉得它离按下那个按钮还能有多远呢？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金融的预警信号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黄灯，而是中国在金融战线上对于美国发出的最明确的挑战信号。它是在说，你最厉害的那个武器对于我来说可能已经没什么用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闪烁的黄灯。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东部战区把赖清德描绘为绿区，首次公布了这个打击台湾基础设施的画面，是在为军事行动降低道义的门槛，所以这个是舆论攻击性的升级。我们也看到面向台湾的这个空军基地大规模的扩建，福建号即将服役，为更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在铺路，这个是战备基础设施的升级。而目前为止，我们只剩下最后2盏灯尚未亮起，这个就是征用民用滚装船进行跨海演练跟全国性的金融压力测试。什么意思呢？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新闻说，交通运输部跟中央军委联合下令征用了渤海湾、长三角地区数百艘大型的滚装船，要求他们在72小时内满载着模拟的重型装备，从北方的港口航行到
福建沿海的某个集结点进行模拟的卸载演练的时候，一旦您看到这个新闻出现，各位，这样一盏红灯它就亮了。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解放军正在进行全流程全要素的最后总彩排，它在测试自己最大规模的战略投送的能力，在为战争机器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齿轮上润滑油。到那个时候，从能力上讲，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登陆战，所有的硬件准备都已经准备就绪。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中国在建独立于美元的金融备用通道，但是这个系统到底能不能够在暂时极端的情况下顶住压力，谁心里都没有底。所以在动手之前，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一定会对自己的金融系统进行一次极限的压力测试。那这个测试会是什么样呢？他可能不会公开宣布，但是有可能会看到一些反常的金融现象，比如说突然性的全国性的银行系统进行升级或者演练，可能会在某个周末各大银行突然宣布系统维护、跨境汇款外汇交易等等大规模的暂停。这些信号可能是在模拟被踢出 SWIFT 这个系统之后的国内支付的场景，也有可能会突然出台极其严厉的政策，严格限制个人跟企业的换汇额度，严查资金外流，所有的外汇都会被视为宝贵的暂时的资源而被严格管控起来。说实话，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似乎曾经经历过类似这样一个过程。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主权基金、中央汇金等等国家队，他们会不计成本的买入核心资产，目的就是在模拟外部冲击底下测试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能力，防止一旦开战以后立即发生股汇双杀的金融崩溃。所以一旦我们观察到这些现象非常密集的出现，各位，这第二盏红灯也亮起来了。所以它意味着决策层正在评估我们的金融防火墙到底有多坚固，多大程度上能够扛得住这些大规模的大级别的金融制裁。纵观整个预警的仪表盘，其实显示整个系统已经在不可逆转的朝向更危险的方向在加速了。如果连最后两盏红灯都亮了，那到那个时候战争的发动就只会取决于一个政治决断跟合适的时机而已了。而这两盏灯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从准备战争到按下按钮的最后一步。所以到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应该看得非常清楚了。当前台湾海峡的局势已经演变成一场正在高速对撞的胆小鬼的游戏，就是两辆车面对面冲过来，看谁胆子小，要先打方向盘。但是如果谁都不打，那就是同归于尽。这个已经不再是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一种在窗口期冷静计算权衡利弊的决斗者。决斗者嘛，他还有收剑回鞘的选择，但是在胆小鬼的游戏的这么一个轨道上，北京、华盛顿、台北三方面都在被各自的理性逻辑以及整个系统的巨大的惯性无情的推向那个不可避免的碰撞点。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会认为自己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整个系统的动态化的演示却显示空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那个曾经看起来似乎还有数年之期的战略窗口，如今已经变成一个随时可能会被引爆的火药桶。北京它正在打造堡垒经济，而且是海陆空天电实体加金融的一个全领域的堡垒。我们看到一个正在全力冲刺的国家，它不仅在准备一场热战，更在准备一场热战爆发之后必然伴随而来的更残酷的金融绞杀战。所以当一个国家连这样一种级别的对抗都已经开始认真准备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用最高级别的警惕来审视这些行动所传达出来的信号。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北京不是在虚张声势，而是在认认真真的为一场可能到来的大规模冲突做准备。这个不是狼来了。我知道很多看到这里的朋友可能会说，艾森你就是危言耸听，台海危机讲了好多年了。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说明天这个战争就会打响，而是从现在开始我们真的要认真对待这件事情了。过去我们讨论台海危机总是说中国在等待实力更强的时候，美国的威慑还有效，没有人想打仗。但是现在所有这些前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最关键的就是
我们这个视频当中讲到的4个要素，引擎、油门、绿灯、点火器，它们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互相作用、互相强化，形成了一个加速收敛的危险螺旋。就好像是一个精密的战争机器，它的各个部件已经全部就位调试完毕，而且正在协同运转。我们作为普通人能做什么？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想首先是一个清醒的认知，不要再掩耳盗铃，不要觉得不会真的打响，危险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正在逼近。其次是理性的准备，无论你在海峡的哪一方，都需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打算。这个不是恐慌，而是理性。我想今天讲这么多，不是为了给大家制造恐慌，再说一次哈，不是为了制造恐慌，也不是要危言耸听来赚取所谓的流量，不是的，这个是为了唤起所有人的警醒。我们正站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那个曾经非常遥远的如果，现在正在快速变成何时2个字。我们当然非常真心的希望台湾海峡不会成为一个最坏的情况底下的一个案例，但是希望归希望，准备工作还是要认真做的，认识还是要非常清醒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有任何看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点赞分享，欢迎大家订阅阿生的频道，并且加入我们的会员，祝您有兴趣愉悦的一天，谢谢。